大家好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订阅频道、点赞、分享、评论支持我们。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主要内容。赵露思让乐趣走到最后。去年，她出演了青年演员工作室生存真人秀演技派。由于档期冲突，没能参加完整的课程，但有2个真实自然的哭戏，被导师称赞为能演女主。在她出现之前，弹幕中已经有观众在等待，我要见赵露思。如今，她作为女主的作品备受关注，让更多人知道赵露思的名字。而这位明显走上正轨的95后小花，受到业界和观众的青睐，不仅仅是因为她在演技上的表现，还有其他原因。很多时候，电话面试会引发一些好奇但莫名其妙的问题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当被采访者是赵露思的时候，她自己的回答就出来了，你好像不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现在吐舌头了。这个没有负担的细节证明了准确的自我判断，我太搞笑了，我觉得我很搞笑。而这也是很多观众喜欢她的原因，好看的外表还包裹着有趣的灵魂。另一方面，有趣也是她现阶段作为女演员非常看重的一个词，因为她想在更有趣的故事中扮演她从未尝试过的角色。在3000鸦杀之前，赵露思很少跟着自己的作品跟观众开播，但这次有点不同。她在这个奇幻故事中饰演女主角秦川。她原本是出国的公主，上一秒她要去见自己喜欢的人，下一秒她却遭遇了国变，家破人亡。当她发现肇事者是对方的父亲时，她一剑斩出，刺向了对方的眼睛。为了报仇，她变了脸，成为了仙界的杂工。只是她不想遇见和爱上仙界弟子傅九云。恩怨曲折的爱情，谭川越是承受，赵露思面临的挑战就越大。对于这样的角色，她想了想应该呈现的效果，我希望她有2种性格，2张脸。有人在的时候，她是那种看起来没有脑子但很聪明的那种小女孩，是很特别很好玩，王后国情大义，百折不挠。说到细节，她也有自己的设计，比如成为谭川之后，第一次见到以前的心上人，就看到对方瞎了眼，浑身是布，后面跟着另一个喜欢他的女孩。眼泪应该是本能的反应，赵露思却任由眼泪直接掉在了地上。我不想在脸上流下泪水，因为那个时候谭川刚升为女仆，大家都找不到什么不寻常的地方。与她的解释相比，那一幕的情节倒是恰如其分。细节的处理一直是演员诠释角色的基础和关键。对于刚入行3年还不是专业人士的她来说，在塑造角色时能感知到多1分和少1分的区别，显然是值得庆贺和珍惜的。就像拥有一笔不小的财富，你才有勇气花掉它，你花的越多，你赚的就越多。傅九云对谭川很着迷，就换种方式接近他，面不改色地说了一大堆虎狼话，比如你为什么要你的心，我要你的人越来越晚了，给我保暖，睡觉等待，一遍又一遍地制造了很多笑声，这成为该剧出圈的原因之一，这让赵露思有些意外。在她的印象中，他们很少笑，没想到观众会有这种感觉，因为拍戏的时候还好，她边反思边说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们2个演员的规模大，还是怎么回事，然后得出结论，总之说明我的忍耐力还不错。这是一部很容易笑的戏。后期谭川开始崛起，和傅九云打得比较多，郑业成打得很好，但我打得特别弱，配合不好，我就失败了。笑和 NG， 这也是他刚拿到剧本时压力大的原因，而且他在入组之前也进行过武术训练。在很多方面，3000鸦杀对赵露思来说都是特别的。除了时间，我在配音的时候也看不到整部剧，因此他最近成为了这档节目的观众，看的时候会开弹幕默默关。一部剧的弹幕总是充斥着观众对作品和演员的评论，无论好坏，有趣与否。在3000鸦杀的各种弹幕中，让他印象深刻，让他失望的一点是，有观众说他心目中的谭川不是这样的，因为这是一部改编自原著的电影。
赵露思不能用1000个读者，有1000个哈姆雷特的原则为自己找借口。在他看来，1000个人看到你，1000个人认为你就是这个角色，这样你才能更成功地诠释它。为此，他会感到一些压力，但他也有相应的缓解方法，看别的剧。和很多女生的选择一样，他喜欢看韩剧《王国》和《请回答1988》，他没有时间赶上他们。抛开细节不谈，一个演员的基本功之一就是面对外界的各种评价，每个人对待和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。赵露思选择了结识他们。她在演戏中从不回避客观问题，因为如果有，作为演员你能感觉到；如果没有，她就会自动被屏蔽。总的来说，赵露思绝对是心态比较好的类型。就像我在播出节目时一样，我从不试图去不需要强迫的地方。当被问及是否会去探望安利的朋友和家人时，他否认了，并发表了让人们点头的声明，只是个节目而已，好看的话大家都会看，不然就算我极力推荐，不好看你也不会看1-2集，那我就请你告诉你第5集是什么简单易懂的道理。到了赵露思的嘴边，顿时有些好笑。给他加了一层考虑后，效果特别好，我的朋友圈代购挺多的。不喜欢屏蔽别人。记者开玩笑地问他，他们知道你是谁吗？他说的很少有人知道。至于演员的身份，赵露思表示不出意外，这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。虽然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留下了一个直播，但很大程度上他是认出来的。演戏给了他一些意外收获。小时候，他是那种很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的孩子，但他觉得演戏还可以。人们总是这样，一旦被认可和表扬，他们会更快乐，更有动力去获得下一次的认可和表扬。赵露思认为，对于一个演员来说，最重要的其实是自信。一旦你有信心，你就会选择相信。对他来说，无论是具体到哭戏等细节，还是人物塑造的整体把控，都是基于对剧本和人物的信任。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，赵露思可以一直坚持下去。谈到以后想演的角色，她反应很快，但是太多了，因为有太多的角色没有尝试过。但在这个阶段，让她有些痴迷的是校园剧，她觉得自己最应该尝试。她身上确实有一股精力充沛的甜美，这正是校园剧该有的风景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找到相关的情节。赵露思对此非常抱歉，心中还是有很多问号。她会不自觉地想，因为我刚从校园里出来，再过几年，我不知道27岁被要求完会是什么感觉。我一直在想，但是没有人在找我，我心痛。找我的人多半都是古装，我是不是太校园了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赵露思从2017年第一次演戏至今，已经入行3年。当被问及是否感觉到自己的成长时，她回答得非常好，用了急速、飞跃等形容词，同时自嘲了自己可怜的生活常识。但说起来，做事已经成熟了很多，但最深刻的体会还是在这件事的表现上。我也看过剧本，但我觉得事情不一样了，分析的层次更多了。如果你看3年前的剧本，很有可能会创造出另一个角色。你让我再演2017年的戏，当时的表演我模仿不来，仿佛不是同一个赵露思。从他平时对演技的琢磨，他就能明白这种变化是从哪里来的。这有点像从美国戏剧中学习英语。赵露思自己的经历就是看剧，把自己当成里面的一个角色，演起来会是怎样的状态和反应。如果他们不一样，请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、差异和差距。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有效的方法。他还分享了一个具体的例子。他说，他之前演恐怖戏时反应剧烈，但后来发现太不连贯了，尤其是古装戏，看起来很奇怪。他借用前人的作品，模仿和学习他们受惊时的反应和动作，然后慢慢融入自己的表演情境中。赵露思总是散发着一种无忧无虑的感觉，这在他对表演的细致思考中令人惊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在探索，在判断，在进步，谦虚谨慎，放眼长远。
关于他身体里天赋和勤奋的比例，他的回答是各占30%，其余的去哪儿了？因为我觉得我才21岁，至少还有40%的空间。这2个方面只能去发现和发现，努力的人必须更加努力。至于他这几年的表现能拿分，他的回答是70分，得分在及格线以上10分，表示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自己努力，对运气和运气感到满意和感激。机会还有30分，因为人生还很长，不知道30年是不是演戏的尽头，1年1分总是可以的。听到半认真半开玩笑的鼓励，我一定会做到，甚至更快。15年，赵露思果断而有活力地说出了 OK 2个字，同时他也坦言自己并没有给自己定下明确的计划和目标，也说不上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演员，或者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，但他还是给了答案是，一次如果你在几年后再次采访我，你就会知道。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感并努力提高的年轻人，享受和珍惜作为演员所带来的一切，例如必须保护和管理自己的身体。在承认自律的积极意义的同时，他也承认自己在内涵特工的饮食控制要求中。是的，他坐在他对面，冲我笑，像许多普通女孩一样。他是对的，每天的家务活都不堪重负，比如戴口罩和化妆的矛盾。他叹了口气，戴口罩会让你觉得你今天的妆很白，但是你要化妆，就像洗苹果一样，不能喝自来水，而且你不能吃没洗过的苹果，用自来水洗干净再吃。这听起来像是绕口令的比喻，逻辑上无可挑剔，再一次让赵露思的兴趣更加生动。就像一句和你聊天很有趣，有人客气地表示感谢，赵露思会加上无聊了可以继续聊，这是家常便饭。顿时观众无法拒绝赵露思的原因也浮出水面。谁愿意错过获得乐趣的机会？无论是他的灵魂还是他的性格，